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讲到三国的时候，一提起袁绍就会提一门三公，是吧？3个人啊，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多大的荣耀啊！我们现在讲诺贝尔奖也有这种望族，你像这个居里家族是吧？玛丽居里、皮埃尔居里、伊蕾娜居里，这个弗里德里克就是他的女婿，一家4口人都是博士，都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波尔家族啊，尼尔斯·波尔物理奖得主，他的儿子奥格波尔也是物理奖得主。还有布拉格家族、杨振宁、钱学森等等，就是一个家里边好几个博士，这种事啊有，而且呢，很多人还都挺杰出。今天啊，出现一个新鲜的例子，比他们还牛逼。这哥们叫赵子健，一个人有4个博士，2个硕士后，还有 N 多个硕士。你说牛逼不牛逼？一门三公算个什么呀？渣渣是吧？我刚开始一看这个赵子健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咱刺猬乐队那哥们儿呢，是吧？那刺猬乐队那主唱赵子健，那是正牌的北航的毕业的啊，正经的这个大学毕业的啊。当然我不是说人家这个赵子健就不是大学毕业，就是他的本科院校到现在呢，我还弄不太清楚，应该是四川那个传媒学院啊，可能是他的本科院校。这是这个情况的简报。就是这个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啊，聘了个研究员叫赵子健，和咱们刺猬的赵子健重名啊。说是1995年生人，男，安徽淮南人，艺术学博士、心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圣经博士、技术管理博士后、心理学博士后、亚洲人文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呢是媒介文化、艺术科技、消费者行动及智能传播。牛逼，你太能传播了，你这会儿全国出名了这一下。这个具体到他的学习经历啊，官方简历是这么写的：于加图利大学表演艺术专业或艺术学哲学博士学位，与莱西姆大学心理学专业或哲学博士学位，与萨拉戈萨大学正念心理学专业或正念硕士学位，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专业或文学硕士学位，与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专业佛学硕士学位，与浸会大学中国文学语言与文化专业或文学硕士学位，与塞万提斯米格尔欧洲大学心理健康专业和精神病学评估与护理专业获得双学士学位等等等等。我靠，哎呀，人家咋学的呀？我念下来都喘不过气来。你想人家6、7年时间学了4个博士、2个博士后，还有 N 多个硕士。你说这人和人能比吗？那不能比，是吧？所以看了这个之后呢，咱和人不能比，是吧？咱让 AI 比比，看看 AI 怎么样，看看 AI 能不能分辨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呢，我就把咱们子健的这个学历啊，喂给了咱们这几个 AI。咱们先看一下老朋友 Kimi 的表现。我们看一下 Kimi 的表现啊。我把这个问题呢也发给他了，分析一下啊，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啊，他的个人简历称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刚才我念的这一段。Kimi 不丢分啊。Kimi 说呢 ，Kimi 啊实际上是这个联网的 AI， 他已阅读了32个网页，大家看到了吗？他是可以作弊的啊，因为他知道现在时事是什么，他找到了这个爆点。他说赵子健的个人简历和学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根据搜索结果，赵子健被介绍为拥有艺术学博士、心理学博士、教育博士和圣经博士4个博士学位，还有佛学吧，我记得，以及技术管理啊2个博士后的研究经历。他被任命为亚洲人文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并且是教授级别的研究人员。他的研究方向他开始分析了。然而赵子健的经历受到质疑，部分网友认为这些头衔可能是伪造的。对此，内蒙古文化艺术研究院表示，赵子健的学历是真实的，但含金量有待考察，并决定暂停与赵子健的聘任关系，对其学历开展核查。此外，赵子健的简历中还提到了多项社会兼职，其中一些机构表示查无此人，比如中国抗癌协会。另外，北京大学也回应称，赵子立简称中提到的北
北大博雅民营企业家智库、元培专家人才库都不是北大的官方智库。这是 Kimi 的回答。还是通过搜索他识别到了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啊。我们看一下通义千问，通义千问呢也是这么一个评论也基本上说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如此的高的学位通常相当的时间和深入研究。根据公开资料，他出生1995年，不到30岁获得硕士学位。所以通义千问是真正的自己分析的， Kimi 是联网搜索的，这是他们的区别。他对于这样的简历建议保持审慎的态度。在学术界，真实性和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通义千问的这个回答要比 Kimi要好不少，因为人家是真正的非搜索自己生成的，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ChatGPT ChatGPT 也是说先分析一下学术背景广泛多样、疑点重重的学术简历，也是提到了这么多专业，你的经历能不能过得过来，而且呢缺乏时间线和细节。另外呢，过多的头衔和艺术学术成果不匹配，可能涉及学术造假。这就是这个 ChatGPT 给出一个确定的答复。我们再看一下 Cloud，Cloud 呢就更有意思了。Cloud 呢说，我分析了一下这个人的个人简历，这个人声称，你看定位了，声称就是说那是你说的第一句话就点出了4个博士学位2个博士后是他自己声称的，还有多个硕士学位学习经历的复杂性多样性从基督教到佛经圣经而且呢担任亚洲人文研究所所长。值得关注的是，第一是学历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内；第二个学科跨度；第三个职业发展；第四个是学术的这个准确性总体评估，这份简历展示了一个学术背景异常丰富的年轻学者形象。然而考虑到年龄和时间限制以及学术通常的发展轨迹，这份简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值得进一步核实。如果信息属实，那么这位学者的经历是极其罕见和非凡的。这是 Cloud 一本正经的分析。这几个分析下来我个人感觉呢也就那么回事，也不能说不满意，因为我给的信息也有限，他也没有猜出我的态度来。比如说我一开始就要打假，他会顺着我打假的想法说；如果我一开始表示歌颂，那他会顺着我歌颂的角度来说。那我没表明态度，他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分析。其中 Kimi 呢是搜索了数据网页他相当于作弊了他给了一个更直接的答案。其他的3个 AI 我认为包括通义千问，包括 ChatGPT for All， 包括 Cloud 3.5 水平相当这是 AI 对这个话题的评述。那问完 AI 实际上很多网友看了他这个评论之后呢也是很有感触的。我们先不说网友的评述了，我们先说一下咱们子健同学他的这个简历，这个当时他们聘用的时候怎么就给录入了呢？那不傻吗？是吧？大家想想，人家真是傻吗？也可能傻那咱不说这个二葫芦的话，这个博士学位经过这么一闹从咱们前面有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不知之网开始，一直到现在，博士这个词儿也处于一个很危险的边缘。博士大家想想，这是古代是多好的一个词儿，现在呢逐渐也逐渐开始歧义了，也逐渐开始没意思了。啥意思就是博士这个词儿呢也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快。你想想古代的时候是什么是博士是吧？古代的时候从历史上说那是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代表的是学术渊博德高望重的人。在古代的科举照这个时候博士是有很高的学位和官职的那是有很大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的。那么现在的社会呢 Doctor 是吧，我们用博士这个词儿来和 Doctor 来对应这个学位，这是一个你的学士的最终的一个体现应该说。但是现在博士这个词儿已经被咱们中国人要给搞掉了当然博士不是第一个被搞掉的，也不是最后一个当然了，我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谁把博士这个词儿给搞坏的谁把他这个市场搞乱的，这个当然我不能说
啊，我说了，我就是傻子了，是吧？你想不出来你是傻子啊？对，就是他们，就是他们。这几天啊，一直是在说诺奖啊，在诺贝尔奖的这个背景下呀，我们说这么多的博士，每年啊，中国是生产博士最多的国家，也是博士论文生产最多的国家，也是各行各业各个焦点，包括倡导论文最多的国家。那为什么你就没个诺奖呢？是吧？说有啊，拜托，那以前诺奖是文革的时候人家涂教授弄的，是吧？那涂教授拿这个之前连院士都不是评的，是吧？现在在这个事儿啊，其实昨天我们讲了，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韩江女士获得了这个奖之后啊，其实韩国人也有这个焦虑。本来我是想单聊一下韩国人对诺贝尔奖的焦虑，那比中国人还要焦虑，他们的热望更强。哎，就顺着的话题啊，我们不讲中国人和诺贝尔奖的关系，因为中国的诺贝尔奖那是不能讲，中国诺贝尔不能讲，知道吧？你没法讲，你连数量你都数不清，真的数量你都数不清。所以咱不讲中国的诺奖，咱看看世界的诺奖。先看一下诺奖的前10名啊，都是怎么个分布。这是啊，根据国际统计的诺奖截止到现在的一个排名，截止到昨天啊。这个排名啊是比较复杂，它比较简单的，就是大家知道允许双国籍的存在，那这一个诺奖实际上就分成了2个，大家明白吧？比如你是美国籍还是以色列籍，那美国和以色列都分一个。这个数字啊，大概意思就是基于这个统计的，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有争议啊，这是个大概的数，大家可以看出趋势来。那排名第一的呢是美国，得主人数呢是417。这里边呢就有和别人一块得的，美国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得诺奖的人里边双国籍人数最多的就是美国人啊。大概啊，如果第二是英国，第3是德国，德国是115，英国是140啊，第4是法国75，第5是瑞典34，第6是日本31，亚洲第一的日本31个，第7是俄罗斯，包括前苏联30个，第8是加拿大，加拿大还拿了27个诺奖，第9并列瑞士和奥地利并列25个人，11是荷兰，排第12是意大利，第13排并列匈牙利和波兰，第15也是3个并列，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都是14个，第18是以色列。朋友们，前面我们讲过吧，以色列13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但是以色列里边就有不少是和其他国籍的，那也很牛逼呀。你想想，有13个诺奖的人，天天自己国民被人绑了，来不来个火箭揍他一下，你说他能受得了吗？就前面我说的论断啊。19也是并列，比利时、爱尔兰、南非都是11块，所以前20名没有中国啊，这是诺奖的前10名。那再往下看呢，其实啊，我们看一个 PPT 啊，就是亚洲是还有一个排名，我们看亚洲的这个排名啊，亚洲的排名也很有意思。这是亚洲的排名，我们看一下，这是亚洲的排名，看到了吗？啊，这个数据没更新的啊，日本现在31了，就是因为昨天的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日本30，以色列13，印度10，韩国是多少呢？韩国呀，没有韩江女士获奖前，她自己说是2个，实际上是1个，就是谁呢？就是咱们啊金大中啊，这个前韩国总统啊，他获得了一块诺贝尔和平奖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当然还有一位是谁呢？还有一位呢是出生在韩国的一位外籍人士啊，就是有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他是出生在韩国啊，因为这个出生地有时候啊，比如说可能和他国籍相关。实际上韩国人到现在为止没有获得过一个科学奖，也没有其他的奖，只有一个和平奖。所以韩国人是心里特别愤愤的不服的。这是他们啊在他们的NAM 的 wiki 啊，就是我们之前讲超导的时候用的最多的那个韩文维基百科里边翻译过来的信息，这是他们自己写的维基百科啊，可不是我写的啊。这是他们在写诺贝尔奖韩国的得奖情况的一个分析，这是讲科学奖。
他说，科学奖的情况下，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啊，应该具有级别地位的奖项是有帮助的。先获别的奖啊，比如说拉斯克奖和沃尔夫奖，被认为是仅次于诺贝尔奖的最负盛誉的奖项。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韩国人获得过上述奖项。所以韩国人要获得诺贝尔奖，获得上述奖项之前，必须先获得前面那些奖项。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例，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奖项也没有韩国人获得。由于诺贝尔奖被公认是世界上最负盛名和最有价值的奖项，因此在诺贝尔奖公布季，韩国总是有一篇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否会从韩国涌现的专题文章。你看，这种热望和国人是一样的。每年的诺贝尔奖公布季，媒体都会提到韩国领先的诺贝尔奖候选人。如果获奖者没有出现，就会出现为什么我们不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文章。特别是当邻国日本获得诺贝尔奖消息传出之后，这种消息就更加高涨。你看诺奖这事啊，人家就不和咱中国比了。大多数人口适中被公认为发达国家的国家，至少获得过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你看吧，他们心目中认为这个和平奖啊，它分量不够。它不是，你看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我们昨天想聊这事还没聊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品德、道德、社会能力的这么一种奖项，它不是你的智力、科学发明的这么个奖项，所以呢，没有获得过一个诺贝尔科学奖。因此啊，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国家能力以及是否是发达国家的指标。但韩国几乎没有在科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尽管它是一个发达国家，并且拥有足够多的人口。举个简单的例子，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归类为发达国家，但没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只有希腊、新加坡、冰岛和韩国。韩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诺贝尔科学奖的国家。哇塞，这韩国人，你看他自己写的文章，他多热望啊！你看这个问题不仅限于诺贝尔奖，建筑学的普利策奖、普利斯克奖，计算机科学的图灵奖，数学的菲尔兹奖也根本就没有获得过。还有沃尔夫奖、高斯奖、阿贝尔奖、奈万里纳奖都没有获奖者，表明韩国已经采取了极快的追随者策略来压缩增长。但这些奖项不是简单短期内的出色表现颁发的，而是要根据过去几十年的成就颁发的。因此，几十年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韩国成为今天的发达国家是不合理的。韩国人自己说的。人们经常认为啊，韩国之所以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这下边就很重要了啊。其实和很多中国人的想法是类似的，是因为缺乏基础科学。但是这种说法有点荒谬，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为现代技术发展的成就奖，就像开发蓝色 LED 的池崎勇、田野浩和中村修二，以及Melody 的发明者田中浩一一样获得诺贝尔奖一样。那为了获得诺贝尔奖，开发基础技术很重要，但不幸的是，和其他国家相比韩国是一个缺乏基础科学技术的国家。因为从韩国工业化以来，学术方面没有巩固基础科学和技术，而是发展到改进经过验证的技术。听得熟悉不熟悉？改进验证别人的技术，就是我不管从零到一，我只管从一到 n。这些技术符合快速压缩增长而迅速的快速追随者战略。尽管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通过开发高质量的半导体、显示器和二次电池成功的主导了全球市场，但是他们的局限性在于他们没有通过改进先前开发的技术，从根本上设计出新的科学和技术。这个翻译有点拗口啊，就是说你没有创新，只是改进别人的。所以这种快速的追随者策略可能有助于主导全球市场，但不利于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首先呢，基础科学技术源于基础科学，因此可以说缺乏基础科学，韩国诺贝尔奖的前景是暗淡的。这是韩国人自己的这个感叹啊，后边还有很长，包括这个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个认知分析。这里边其实就是对中国观众来说也是很有这个启发性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贾博士又聊到了诺贝尔奖。其实呢，
我倒不担心啊，这个诺贝尔奖啊，就是这个中国获得几个，我担心的是博士这个词儿啊，可能都要被我们给搞坏了，是吧？你看咱们掰手指头数数啊，说博士这个词儿被快要搞坏了，其实还有很多别的词儿也被搞坏了。你这个张嘴就来的是吧？你比如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先生啊、小姐啊，什么专家、大师是吧？这个同志啊、公主、家人们、老司机、老师、死鬼啊、焦公良、名媛、牙签、小仙女儿，什么牛郎、粉丝、老公、干爹、干女儿、土豪海归，什么老实人、凡尔赛、狗粮、奶粉，还有呵呵、大事儿，都被咱们把这些词歧义搞坏了啊！当然，现代汉语的这个歧义啊，网络名词的入侵，以及很多词被糟蹋了，不光是这些名词，还有动物。你比如说什么鸡、鸭、什么兔子、老虎、苍蝇、这个鲜肉是吧？小鲜肉，对，狗、鲍鱼这些都被搞了。还有植物，什么菊花、草、香菇、韭菜、绿茶、海带、茄子不算，茄子还是很好的一个词啊。还有一些数字，1、2、3、4、5、6、7、8、9、0啊，这些数字呢，都用来被搞简称，3个什么4个什么，这都不负责任啊，朋友们。几个小数字，它怎么能承担你语言的这个贫乏呢？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啊？而且成语也不放过啊，什么波涛汹涌、遥遥领先。大家想想，这两天我抖音火了一条，就是昨天弄马斯克的那个机器人的视频，本来想跟大家念念这个评论了，没时间。那个视频我就随意做了一个 reaction， 就是我在下边傻呵呵的看人家的视频，然后把字幕翻译一下，翻译成中英字幕，往抖音一传，往 YouTube 一传，YouTube 上正常观看几百个、1000个可能不到，抖音上150万，现在160万，快170万了，观看量啊，几十秒钟的视频，我靠，把我吓一跳。后来想，我这不算搬运啊，我这 reaction 是被谷歌承认的这种2次创作啊，并且有傻呵呵的表情，我还给他翻译了，是吧？并且马斯克那个技术是真的很牛逼，很多人说是不是在遥控？你要仔细看看，你觉得遥控不到那个水平，遥控不到那个水平的，而且那些关节呀、那些手势什么的，能看出来绝对不是遥控的，而且语言的这个反应来说也不是遥控的。在那么嘈杂的环境下进行那么准确的语音识别、语义识别，甚至包括手势的识别，这是你遥控不到的。我感觉不是遥控啊，我倒不是什么马斯克的饭圈、马斯克的铁粉，我觉得这个东西遥控倒是很难。其实大家想想这个技术，那个机器人其实当然一直站着，它主要表现就是手势，和语言。那不就是一个能动的电脑吗？我们知道 Cloud 也好啊，这个 ChatGPT 啊，只要有语音都能那么迅速的给你反应。而且我发现，在昨天那个就是Optimus 他的视频里边呢，他实际上还是有不少 bug 的。比如一句话他没有讲完，我插话的时候，就别人问他插话的时候，他不听，他会把那话讲完，就跟话痨一样。所以我好几个标题都是话痨嘛，是吧？好了，那个视频爆了火了，下边很多人评论都在说让遥遥领先，赶紧放出来。你们有3折吗？你这机器人能3折吗？马上就有人让遥遥领先搞个4折评，他把我乐死了。所以说我说得拜托呀，我2007年吧，我发过一个还很早期的这个博客时代就发过一个博客给大家看看。2007年我发的一个博客，看到了，那时候我就还不是叫苏轼句。2007年 LG 飞利浦啊就研究出来一个柔性的这个屏幕，那时候他们已经搞定了这个柔性屏，可以来回折弯的，是2007年的时候的一个数据。想想这个差距有多大，这个那时候17年前人家就有柔性屏了，原创的技术。现在你总琢磨那个什么铰链有意思吗？是吧？是不是你们喜欢露营吗？我这铰链多不多？这是几折的，对吧？这不就是个泡面拍档吗？是吧？我这是啥呀？我这是泡面的防火墙，这个比操作系统还重要啊！你在外边露营的时候没这个玩意儿，你吃不了泡面。所以刚才开玩笑，我们说这个
汉语被污染啊，真正干净的汉语啊，要从不受官方汉语污染开始。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使用汉语的人都任重而道远。那么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咱们子健啊，把我们内蒙人给忽悠了啊。这个事儿发生在内蒙啊，虽然呢，人家内蒙人也澄清了，这个说这个我们是非盈利单位啊，这个不要跟我们太较劲，是吧？但实际上啊，这里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当然了，这个消息放出来，肯定是对内蒙不好的啊，总让人感觉内蒙还是没有扎一条当年啊，这个多年前鄂尔多斯给大家那种人傻钱多速来的这个帽子，对内蒙的形象确实是没好处啊。这个但是比这个假学历更离奇的事儿还有，比如就眼前这位啊，2005年啊，这个骗子指着公安局大楼啊，对呼市领导说：“把他给我炸了，我要建 CBD。”然后，我知道你想问炸了没有啊？炸了，看炸了。这就是当天都知道的，叫撞死主席、烧死市长、炸掉公安局大楼，就是这个故事。这人叫王犀牛啊，实际上叫王细牛，应该是小名。后来有好多名字。他玩这个多重身份的游戏啊，有6个身份证，还娶了6个老婆，可以说是现实世界中的重婚专家。他是个木匠，在内蒙人当地都叫他小木匠啊。这小木匠的野心可不是娶6房老婆，人家摇身一变呢就成了港商，叫郑泽，带着一堆这个，跟这哥们儿一样，跟子健一样，一堆虚构的头衔呢就杀进了内蒙。你看我们内蒙朋友啊，还是不长记性。你看把公安局大楼都炸了，你说你还不长着记性？所以这位投资大佬呢，就一开口就是几十亿的投资项目，然后呢把当地政府迷的是五迷三倒啊。为了给他这个建第一高楼腾地方，这个政府甚至还炸掉了才用了4年的公安局大楼。这个王木匠啊，就靠着画大饼这个本事，愣是骗到了17个亿。最绝的是呢，这小学没毕业的这企业家还有自己的成功秘诀，抓住一个领导的弱点，我就能搅动一座城市。但是这个事儿是好景不长啊，最终是纸包不住火啊。后来呢，大家回过神了是吧？这个王木匠就被抓了，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是审查的时候，内蒙人民啊已经被上了一堂生动的防骗课，可你咋就不长记性呢？是吧？你看看咱们子健同学这么多的头衔又被搞迷糊了，又把内蒙朋友给搞迷糊了。你说他们是真傻吗？当然不是真傻。这里边啊都是有别的故事啊，当然这些故事是不能细说的，是吧？我们讲了这2个离奇的故事，在更早之前啊，前年吧，2022年我们还讲过陈春花老师他的博士学位造假的故事，但是我得说明一下，陈春花老师和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家是有真本事，只不过那个博士学历，他当时呢，他那有问题的啊。虽然后来北大对他进行处理了，怎么样的，但是我相信陈老师在管理学、在社会学、在社会关系学方面就有的独到之处。不要认为刘永好那就人家刘畅就傻是吧？那都是亿万富豪，能让他们认可的，那肯定有自己道道啊。但是陈老师的这个博士学历还是有问题的，咱这个不能那个先过去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啊，这个学术体系的这个漏洞是非常大。当然了，像这样的赵子健，他进入正规的大学研究所那是根本就没有可能的，因为他的绝大多数学位都不被这个学信网所承认的。但是呢，他在社会上依然能混，他就从侧面就伤害了这个学术界的声誉。他去的这个单位其实也是狗屁不如，也是个很没啥这个分量的单位。研究这个民族文化的，我靠！你研究民族文化的，你找这么多假博士干什么呀？你应该到牧民中间去，到草原里边那些是吧？你到那个疙疙瘩瘩里边的老农民去看人家讲什么民俗故事什么的，是吧？你找这些玩意儿有啥用呢？你这是真正的对传统文化的背离，是吧？所以现在啊，这个没啥反思，也反思不了，别提反思，不要提举一反三。为啥呢？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小木匠的案例，就在10几年前，我们内蒙的朋友炸掉了公安局大楼，
这个教训依然买不来咱们民族文化研究的这个大坑。所以啊，我们讲啊，这个我们是最善忘的啊民族之一，这个全世界人类其实都善忘的。如果你感到困惑失望，你可能会质疑为什么有什么人会这么做，是不是因为社会的问题导致有人铤而走险，还是我们教育系统出了问题？我告诉你啊，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一切的一切都有问题，都有我们没法说不敢说的问题，都有我没法盘查的这个真相。但是呢，起码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要取巧啊！就这小伙子的照片我打码了，其实你看他眼睛看明白，应该是个挺俊的小伙，而且呢，他这几个学位里面应该有硕士学位，应该有一个，我估计着可能还真把一个硕士学位拿下来了。他是四川传媒的本科毕业，应该是。如果他连一个正经的本科都没有的话，他后边拿假学历可能也很费劲的。但是人家内蒙人已经背书了，说他这学历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只是含金量不够。这帮傻货还在这给他背书呢。所以呢，有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学历，可能还读了一个硕士学历，然后呢就是急功近利。他的一生呢就注定和我们之前的那个不知之网的翟博士一样，上了网，上了历史的那么一个小舞台。能不能改掉啊？能啊，慢慢人大家就忘记了。但是这个名声一旦起来啊，太难改掉了啊！这是一辈子的污点啊！你就算你是真的学历，你太过了，你拿一个两个的没问题。我身边的也有拿这样学历的人，没关系，你只要有能力，拿这个东西像开玩笑一样也行。但是呢，就怕你全是假的啊，全是就是你搞得太过了，那就都完了。所以这个故事到现在啊，依然没有结束，是刚刚上了热搜。对于现在这个众多的社会兼职，众多的这个头衔，我觉得不应该从平头老百姓做起，摘起。要摘帽子，应该让他们先摘，就是前面那个他们，你懂的。好的，今天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